馬來西亞檳城不只是一座華人文化濃厚的城市，這也是整個亞洲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檳城的美食，這裡有檳城炒粿條、各式口味的冰豆花、肉骨茶，其中最出彩的就是檳城的榴蓮。檳城被稱為榴蓮之鄉，這裡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榴蓮。最有特點的就是檳城榴蓮的口味，紅蝦、黑刺、貓山王，檳城榴蓮的風味堪稱一絕。我們之前從未吃過榴蓮，第一次吃榴蓮的經歷便留在了檳城，從此我們也愛上了榴蓮。之後幾個月的行程中都在尋找榴蓮中度過。檳城的榴蓮不光品種多，味道好，價格也極低，這裡甚至還有榴蓮自助，通常一個人只需要60馬幣。在檳城我們也吃到了台灣風味的美食，我們一直想去台灣旅行，但始終無法成行，這也算小小的彌補了一下。結束了檳城的文化漫遊和美食盛宴，我們帶着滿滿的感動畫下了西馬旅程的句點。這段旅行中最珍貴的記憶就是每一位大馬華人，他們像久別重逢的親人，用最質樸的方式詮釋着天下華人都是一家人這樣一句簡單的話。整個世界的華人都是一家人啊。如果你英文一般又是个旅行新手，馬來西亞一定是個最好的選擇。在這裡甚至有種沒有出國的錯覺。告別了西馬，今天我們也將踏上去東馬的航班。接下來我們還要從陸路進入文萊和印尼。下面和費文濤開始今天的旅程。現在是晚上的7點半，我們在酒店休息了一會兒，這會兒天氣不熱了，我們出來準備逛一下檳城的夜市，順便解決一下晚飯。其實檳城的夜市是很多的，這裡是離我們酒店稍微近一點的，走過來只需要10分鐘。我們剛剛到這兒，門口第一家就是一個越南的美食啊，越南餐廳，我看看都有啥好吃的，牛肉湯麵、春卷，還是我們在越南吃的那老幾樣。對，越南粉，還有各種春卷，鮮春卷還炸春卷。大家發現沒啊？費偉今天穿的特別的清涼啊，從上到下，你穿的最少的一次了吧？哈，基本上無限接近於超短裙了。比較短這種衣服我帶了好幾身出來，只是拍視頻有點害羞，每次就穿的長的，然後拍完之後我才自己偷偷出來逛街手穿短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邊太曬了，我穿的短袖這裡已經有明顯的這個分界線，大家能看到。如果穿這種吊帶啊，肯定已經有2條印子了。然後現在是7點多吧，比較不曬了，所以才敢穿出來溜達一下。這家是賣福建麵的，還有樂沙，還有那個薄餅不就是我們在怡保吃的那個大叔現場做那個嗎？對，有點像了，但是它是炸的。沒有，它也是這種。有2種捲的，這個是炸薄餅，這個就是薄餅。去裡面再看看還有啥好吃的。那有一個阿嬤蠔煎，吃蠔煎嗎？不吃，蠔煎也太油了，吃不下去了。感覺這邊的好吃的特別多，不光是那種中國各地的好吃的啊，還有全世界的。好像粿條多一點啊。看粿條湯，還有炒粿條。對，炒粿條是檳城的頭牌啊。最有名的吃的了，所以呢，我們今晚來到這條步行街，一定要嘗一下炒粿條。我還看到了我愛吃的魚丸粉，但今天不吃了。我準備這2天在這裡嘗一下這個咖喱麵，這個麵也很好吃，據說我沒有吃過。我們在這個夜市逛了一圈啊，這個夜市太短了，從進來到結束這個位置一共就100米。一共也沒有20家攤位，所以我們決定去一個比較大的夜市，叫做汕頭街夜市。我們現在走路過去大概400米，5分鐘就到了。這邊的路還真不好走啊，因為這邊所有的步行街都是和車道是混在一塊兒的。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邊汕頭街夜市。對，汕頭街夜市。第一家是個肉骨茶，想吃嗎？想吃，但吃不下。轉轉吧，肉太硬了。轉轉吧，我們可以要一份，然後分一下。我也吃不下，其實。腸粉。但是感覺這邊遊客的客量還挺足的哈，應該有不少好吃的。腸粉，這裡面好多腸粉啊！你有沒有感覺我們已經到這裡算是馬來西亞第4座城市了？對。感覺很多吃的我們之前的城市都吃過了，很多都是熟點兒、老熟人了。對。我今晚想吃一個炒粿條，能不能滿足我？可以啊，多少錢？幾塊錢吧，應該當地的就幾塊馬幣。那沒問題，全款拿下。一來就有炒粿條啊，老婆你看。哦，這個就是啊。哇，這鍋氣好足啊。對，當地的特別有名的炒粿條都是這種街邊，鍋氣極足。多少錢？寫了，那寫了。加雞蛋的8塊5，不加的7塊5。過會兒回來再吃吧，可以啊，再轉轉，先轉轉。這邊好多糖水鋪啊，哈。哦，現在天氣比較熱，我最想吃的就是各種冰的東西。他哥。這兒都有蜜雪。啊，老公，你看這每家排的好多啊。哦，
他們在排的那個好像是炒粿条，你看最前面。对。那个玻璃柜那儿。是的，是的。我去给咱偷偷瞄一眼哦。看值不值得排？叫鸭粥果汁。好像是那种汤的那个粿条。对。然後裡面會放一些鴨貨、鴨肉。走吧，再轉轉去。這邊感覺還大一點哈，有好多的店鋪哈。哇，裡面好大一個夜市，應該有10多家這個當鋪。我們看一下，這裡是沙包蝦飯，就是拿砂鍋做那種像煲仔飯、燒烤。哎，這還是華人的燒烤啊。不過它上面寫的是沙爹，你看。對。沙爹。上次在以往沒有吃到這種冰豆花，這邊主要有2種，一種是黑糖的，還有一種是白糖的，都是原味兒。看它這個冷豆花系列有好多味兒啊，酸奶、巧克力、芒果、獼猴桃、荔枝、椰子，太厲害了！怎麼可以把豆花做的有這麼多顏色？你看這裡就是這個像巧克力的，然後這個顏色不知道是火龍果的還是葡萄的。就那個豆花啦，原味白糖，我要一份。黑糖有，白糖沒有。哦，只有黑糖了。黑糖也可以。那好，來一個黑糖唄。原味的白糖賣完了，我們要了一個冰的黑糖的豆花。哇，好甜！倒完嗎？還是倒一半？倒完。我先來一口。好。好嫩啊，跟那個布丁一樣，你看，咚咚咚咚咚咚咚。它這個其實不帶糖都有一點甜的，帶甜味的，然後加點糖會更甜的，好解暑啊。這個很慢，還要一份一份炒。我們要了個加蛋的，8.5塊。這個有啦。OK ready。好，我們坐哪兒？你要坐哪裡都可以，你要消費飲料而已。要買飲料。好的。那我們去那個糖水鋪吧。我剛好想買點東西。這是我的，老闆哈。對。要一個就好。來，把給下來。謝謝。好，謝謝。在這邊沒有桌子，我們只能去別的地方消費一下了。別家也可以坐，只是你要消費，買東西就可以坐。我們倆端着這份炒粿條，費了好大的勁兒，終於找到了一家可以坐的。這家是賣糖水的，還有那個尖蕊，這裡也有。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點的檳城很有名的炒粿條，它這個分量不是很大哦，你看，一個小盤子。然後我一隻手就遮住了，這個價格是人民幣的話就14.5塊，馬幣是8.5塊。我來嘗一下吧，看裡面都有啥？有雞蛋，我們要了一份加蛋的啊。對。雞蛋，還有啥？這是有點像那個魚餅，我嘗一下，好像是魚餅，就是粿條，就長得像河粉的，裡面還有豆芽，大概就這麼多。我覺得味道還不錯啊，我剛嘗了一個那個魚餅，還可以，畢竟是現炒的，還是很有鍋氣的。這畢竟是檳城那邊特色嘛，檳城那邊賣粿條非常多，但是就特別有名的吧，就幾家，所以你看這邊都要排隊排好久。其實這個粿條跟我們那河粉一樣哈，炒河粉。對，味道是差不多的。我們的尖蕊終於上來了，文濤已經風捲殘雲，把他的炒粿條吃光了。其實我們的尖蕊老闆也就做了2-3分鐘吧。但是文濤的這個量確實不大，然後他也餓了，他吃得好快。然後這家呢，我們是要了一個這個原味的尖蕊啊，這個在馬來西亞真的是百吃不厭，每天都在吃。然後文濤又要了一杯冰豆漿，我覺得馬來西亞的豆漿和那個豆花也很好吃。感覺旅遊區的這個尖蕊它料都不夠足哈，不像我們在居民區吃的哈，料特別的多，味道怎麼樣？還行，它這裡面多了我們之前沒有見過的這個玉米粒兒，主要是原味的，一般就是那個小紅豆或者大紅豆，然後這個綠色的尖蕊，再加上沙冰還有椰奶什麼的。然後這家還放了玉米，味道跟之前的有所區別，因為它裡面會有那個玉米的清香味兒，對，也不錯。我喝這個豆漿好像也有玉米在裡面呢。反正在馬來西亞點這個尖蕊是很少踩雷的，在哪裡點味道都很好，都不錯。今天我們準備在檳城嘗一下這裡的肉骨茶。之前有馬來西亞的朋友跟我們講說，檳城肉骨茶和其他地方的味道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在這裡再試一下，看看檳城的這家巴生文化肉骨茶好不好吃。發現沒？我們在馬來西亞這麼久，任何城市啊，它這個小攤或者餐廳都會有一天是營業時間是休息的，大部分都是一周會休息1天，然後或者是2天。對，這裡的人還是很會平衡生活和工作的。是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啊。對，現在聞的那個藥膳味有點重啊。我們的餐已經上齊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都點了什麼哈。這個就是馬來西亞這裡比較傳統的這種經典的湯的肉骨茶。
不过呢，这家的肉骨茶里面除了排骨之外，还有这种大块的带皮的五花肉，看起来也很香哦。看着贼带劲儿。对，这块是肥的，然后带一点瘦的。这个里面呢配的菜有腐竹，有这个白菜，还有金针菇，然後這個是牛肉丸吧，還是豬肉丸？這一份呢是乾的肉骨茶。我們來馬來西亞之後呢，還沒有吃這個乾的啊。今天在這家嘗一下這個乾肉骨茶。這個老闆說會有一點點辣，大家看它這個裡面有這種乾的辣椒段，對，所以吃起來應該是有一些辣味的。然後這裡面我看排骨不太多，主要是肉，大家看哈，大塊的肉啊，而且我這一碗好像還能稍微瘦一些。看一下這塊層次分明的五花肉啊，怎麼樣？看着誘人吧，其實乾的看起來也很香啊。然後我們倆的主食要的是，一份油條，再加上一份米飯，差不多就夠了啊。飲料呢，要了一個中國茶，還要了一個可樂。我覺得他們家的價格還挺便宜的。其實這家的位置很好，就在信市橋、中信橋的對面。但是呢，老闆賣的這個價格並不是旅遊區的價，我覺得還比較的平民一點。我和文濤的這兩個肉骨茶都是20左右，文濤的是19，我的好像是20還是21。然後這個主食啊，米飯跟油條好像都是2塊還是3塊，我沒太記住菜單啊，反正就是比較平民的價格。這麼香的肉骨茶，所以今天誰先吃？今天當然是粉絲先，看我吃。因為我是素食動物，所以我先嘗一個菜啊。這個菜很不錯，說明這個湯的味道是很鮮的。我用這個油條蘸一下，這個吃法應該是馬來西亞這裡吃肉骨茶比較經典的啊，肉骨茶配油條。這個油條是那種比較脆一點的，然後泡進之後它就會變得軟軟的。我們那邊是豆漿配油條，應該是肉湯配油條哈，別樣的風采。我覺得相比於我們在吉隆坡吃的肉骨茶，檳城肉骨茶的這個湯會更加濃郁一些，但是沒有很重的這個藥膳味。以前呢，我聽馬來西亞朋友說，檳城這裡的藥材會放的稍微重一些，但是我們吃到嘴巴裡呢，不是那麼重，是能嘗出來一些的，但還好能接受。而且哈，我覺得檳城的這個肉骨茶，它的肉湯要更香一點。不知道是不是我們今天餓過頭了，反正就是很好吃就對了。大家如果下次來，可以嘗試一下檳城的肉骨茶。我再來嘗試一下這個乾的肉骨茶，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吃的。這肉其實挺瘦的啊，你看這一塊，這一塊給大家看看。雖然大家吃不到，但大家可以看啊，隨便看，免費的。這個也很好吃，乾的和湯的完全不是一個味道。乾的這個肉骨茶的肉會比較的有嚼勁一些，但如果你吃，你可能會覺得它有一些柴，並且呢，這個乾的肉骨茶，因為你看這個砂鍋哈，它做的過程中，這個邊上有這種焦焦的，所以它有一點點苦味兒在裡頭，但肉還是很香很緊實的。我倆真是餓壞了，一會兒就吃了一大半兒。跟大家講講哈，那菜感覺蘸在腰上面會重一些，我覺得可能是湯的原因，熬的時間久了。我剛吃的第一口，我覺得它還挺淡的那個腰扇味，但是後面，尤其是這個，大家看，它就有這種豆腐泡，對，它吸滿了湯汁。然後這個吃到嘴巴裡就會後味兒就有點苦，有點發苦，對，略略發苦，但是依然很好吃啊。而且我們吃到後面才發現，我們這裡面不僅有一些豬肉啊、豬丸子，還有一些豬的大腸、小腸，大腸包小腸，人生無常。老闆，你們這個是檳城的做法還是吉隆坡的做法呀？檳城的，跟吉隆坡不一樣。哦，跟吉隆坡不一樣的，好吃。味道會怎樣？好咯，味道很好，很好吃。最好可以阿里配哦。可以，這就合適你的口味，你喜歡吃就可以了。哦。我覺得這裡的味道比那個吉隆坡會更濃郁一些。我們2個人才吃了47馬幣，人民幣80塊錢，吃得飽飽的啊。2份主食，2份肉，還有2杯飲料，不錯吧，濤哥？挺好，還挺實惠的哈。最主要的肉骨茶裡面料還挺多，有好多菜、豆腐，對，然後裡面還有各種的內臟哈，豬腸、豬肚、豬腳，對，五花肉，還有排骨，好實惠。感覺吃了一碗肉骨茶，其實吃了一頭豬。哇，肉骨茶隔壁這家店，這真的是有年代了啊！對，這家店你知道我想起什麼了嗎？什麼？我一下想起來，當年華人剛到這裡的時候，開始
開店經營，開始在這裡奮鬥的時候那種場景，有點像啊。对，大家看這個房子，少說也有50年朝上的歷史，50年是保守數字啊。然後裡面那個正在電焊的那一位大叔，看着也年齡蠻大的了，真的是房子和人都很有年代感。门牌都包浆了，你看裡面還供的那个天官赐福啊什麼的，五財神應該是。你真的不會想到那個場景嗎？就當年華人在這裡初代、二代奮鬥的時候。哇，這個天太美了，算是晚霞哈。這明天肯定是個大晴天，就特別曬那種天氣。看來要再黑2度了。涛哥，你吃飽沒？沒吃飽。那咱們要不要再去炫點榴蓮？可以，沒問題。剛剛我想在這家老闆家吃那個榴蓮哈，但他們家沒有黑刺了，只有貓山王。然後我想找一家這2個品種都有的，因為在檳城這裡其實榴蓮品種很多的啊，可能有10幾種、幾十種這麼多。但是據說最好吃的就是貓山王和黑刺了。對，我們去看看，這2個也是最貴的。對，黑刺也是檳城這邊的特產啊。這條街的榴蓮店還蠻多的，我們可以往前走再找找。對，很多馬來的美女啊。好漂亮，好漂亮！寶子們，看濤哥對你們好不好？又拍到馬來的美女了。我們2個來馬來西亞之後啊，竟然還沒有吃榴蓮。確切的說是，我們2個人生之中這麼多年沒有吃過1次榴蓮。以前呢，只吃過什麼榴蓮酥啊那種榴蓮製品，但從來沒有吃過水果榴蓮。那這次我們來到了馬來西亞的檳城啊，畢竟號稱榴蓮之鄉，離開這裡之前必須得嘗一次榴蓮。這裡榴蓮的品種非常多，而且呢，這個季節榴蓮也是比較新鮮的啊。我們在路邊剛剛問了好幾家店，因為品種都不太全了。這個季節遊客比較多嘛，然後今天天色也已晚，很多都品種不全了。然後我們在這兒看到了一個叫拼多多的，然後他們家店感覺很大，裡面那個櫃子裡面全是榴蓮。我們在這兒碰碰運氣啊，看能不能一次性多嘗試幾種。你好。現在有什麼品種啊？現在裡面很多咯。哦，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嗎？你要吃甜的還是鹹的？啊，這還有拼盤呀？拼盤已經完了。哦，拼盤完了。貓山王我們只是賣整粒賣了10名名種。哦。1公斤30多到40多。哦。為什麼會叫10名名種呢？因為這個榴蓮有拿去過比賽，有得到獎。哦。對。名種啊。最好料的榴蓮就是松鼠王。松鼠王，對，這是你們家最推薦的。我們自家果園。你看它這個拼盤其實比較的好一點，對，就是能同時嘗很多味道，然後你下次就可以決定單買哪一顆了。好扎手啊！試試看。這個多少錢？1公斤？48。改不來哦。這是貓山王哈。專門的師傅來開榴蓮哦。對。哇，這個好扎手啊！哇。哦，可以了，你看。哇！哎，這個殼不錯哎！你看我丟了到時候把殼帶回去，濤哥，你就有的貴了，搓板就可以下崗了。這個山竹請你們吃。好，謝謝老闆。謝謝。老闆送我們5顆山竹啊！對。哇，太好了。哦，榴蓮園，離這兒遠嗎？有，我們有。哦，開了，對不對？哇！啊，沒嗎？這是我們人生中第一次買榴蓮以及開榴蓮，看一下我們運氣怎麼樣。看一下。哇，不錯哎。沒嗎？感覺還可以哦。對，挺好。可以嗎？還可以。我們也不懂，你們覺得好就好了。哦，肯定你吃的，給你吃的滿意。謝謝你們2個老闆娘。謝謝。您是華人嗎？我對華人。您祖籍是哪裡的？我是中國。那個是我地方是那個回香寮，我知道回香寮。OK， 我們的榴蓮老闆已經幫我們開好了，因為我們倆是第一次吃榴蓮，所以請大家幫我們看一下這個榴蓮品質怎麼樣。這是小顆的貓山王，老闆家的這個價格哈，我在周圍問了幾家，這家算比較適中的。然後這個貓山王是1公斤48馬幣，我們要了這個小顆是1.3公斤，整個算下來是62馬幣。不過老闆很慷慨，還送了我們2顆這個椰子水可以喝，然後還有5顆山竹，這個還挺沉的，因為山竹這裡1公斤也要賣10塊到12馬幣，然後這5顆感覺也有半公斤了啊，是，給我們等於是優惠的。不知道吃不完這個能不能打包啊？
要能打包就可以了。你最好在这里吃完，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这里的酒店是不让带山竹，是还有火龙果进去的。为什么呢？榴莲也不让带啊，榴莲是因为味道太大，大家都知道。然后山竹是因为它那个壳子里面出来那个汁，如果染到毛巾或床单上，那个是洗不掉的。火龙果同理，也是因为那个汁太难洗掉了。值得纪念的时刻啊，人生中第一次吃榴莲，而且是在榴莲的产地马来西亚槟城，并且是这里品质很高的猫山王。第一口，粉丝先看我吃。这里的榴莲据说都是上午老板才从榴莲园里拉回来的，它是昨天半夜或者今天清晨才掉下来的。据说哈，马来西亚槟城这里的榴莲是不需要去采摘的，而是它自然成熟就会掉落，然后在下面去捡回来就好了。对，所以每一天的榴莲都是这里比较新鲜的。第一次吃榴莲，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辈子第一口榴莲啊，什么味道？期待中的味道吗？这个怎么描述呢？不可描述的味道。之前我们俩拒绝榴莲，主要是因为它聞起來真的很臭。好吃嗎？還不錯，還不錯。謝謝。要點讚給我。好，沒問題。好啊，謝謝。我說錢多多，做人就是要錢多多，天天開心。謝謝。太棒了。這大哥的情緒價值給的好足。天天開心，天天開心，賺錢發財。我們倆之前沒有吃榴蓮，就是因為它聞着真的很臭，但是到了產地了，不吃也說不過去哈。我的第一口榴蓮體驗就是吃到嘴裡其實沒有那麼臭，是一種比較綿軟香甜的味道。不過呢，貓山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吃這顆的問題，它的後味有一點點發苦，一點點，然後帶有一點發酵的味道，就有點像酒精，可能是有一點。它裡面的這個核不能吃，然後給它扒出來。對，這就是榴蓮肉，大家看，非常的這個叫什麼綿密以及軟爛，就熟到位了這種。對，真的挺好吃的。它一定會熟到透的，不熟到透它沒有辦法落下來。而當地呢，他們不是任由榴蓮落的，你知道嗎？他們是有網在樹下面，就很大的網全部接住。我有聽說過，那個榴蓮不是直接掉落在地上的，而是空中會有那個網兜把它兜住，就保證它不會摔爛。不得不說，馬來西亞榴蓮是真的很好吃。就吃完之後像吃了很多肉那種感覺一樣，你知道嗎？就吃得很撐。你就等着明天長胖吧。都說榴蓮熱量很高啊，一吃起來真的是高。哇，這個不錯呀。這個有點瘦啊。有小就有大的，人生就這樣子的。挺划算的啊，62馬幣，有這麼多水果，還送我們2瓶礦泉水。對。然後開出了大小也算是有5房肉了嘛，對吧？這一顆給寶寶們吃。我們的榴蓮拼盤已經上來了，給大家介紹一下哈，一共是5個品種。這個就是檳城這裡最有名的，叫黑刺，然後這個叫做地腰刺，這個是紅蝦，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個品種，本地很多人推薦過啊。然後這邊的2個珍珠黃和珍珠白好像就是比較普通的這種品種了。那我們先從哪個下手呢？別人給我們推薦是先從左到右。哦，這樣子。對，可能先從一般的口味到極致的口味。哦，知道了。那句話怎麼說來着？由奢入儉難啊。如果第一口先吃到了黑刺，再往後吃到普通的品種，可能就覺得索然無味了。這個拼盤放到跟前啊，這5種不同品種這個香味一直往鼻子裡面鑽，聞到沒？好香啊！感覺被榴蓮包圍了。來吧，下手啦！先來一個珍珠白。什麼？平平無奇？不是啊，我覺得這個也挺好吃，這個味道有點像貓山王啊。哦，我覺得是不是我們吃的少，所以你覺得每種味道都挺像？我們不太能吃出來它的就是很細微那個差距。再來嘗一下這個珍珠黃，第2個品種，也挺香的。我外行吃不出來什麼東西，但這個沒有貓山王甜。真的，這是實話。接下來就是我最期待的紅蝦了。當地很多人說紅蝦比黑刺和貓山王還好吃。這5房肉都還挺大的，吃一點給文濤得留一部分。一會兒拍完文濤還得吃。是，太慘了。嘗一下。哇，紅蝦呀！哇，入口即化是吧？
这個果然好吃啊，紅蝦。就長這樣子哈，有點偏紅是嗎？我也描述不上來，就感覺它的那個口感會更醇厚一些，更香一點，苦味比較淡，主要是甜味會更多一點。目前看來紅蝦最好吃哈。目前紅蝦暫時領先。再來地腰四，它有特別濃的那個發酵的味兒，像那個酒精，對，喝了一口酒一樣那種。叫什麼地腰四 ？OK， 下次不吃了這個品種。這個給文濤吃吧，蠻好吃。怪不得都沒有名字，跟我一樣不會有個名字，地腰四代替了。地腰四只有一個代號。接下來就是檳城這裡的榴蓮之王，叫做黑刺了。老闆給我們的這一碗黑刺肉也很飽滿啊。而且我捏了一下，目前裡面好像是沒有糊的，純是肉的啊。這個聞着就好香，我是不是心理作用先入為主了？它這個也是苦味會重一點，然後發酵的味道比這個地腰四能淡些，但也能嘗到很重的這種酒精味兒。所以綜上所述，我強推紅蝦，這個真的好吃，超甜。當然這個要看口味，我覺得我們大部分初級者可能吃榴蓮就比較喜歡吃它甜甜的那個水果的味道，但是呢，很多这個資深玩家會比較的有一些深層次的味蕾體驗啊，可能覺得這種發酵的也是一種很極品的一個標誌吧，算是。濤哥怎麼樣？榴蓮人生初體驗，感覺如何？哇，吃撐了，真的吃撐了！我吃這麼點榴蓮啊，感覺跟吃碗米飯一樣。我們倆剛來的時候，老闆也沒問我們要大要小哈，就看我們2個人直接給我們拿了1.3公斤的一顆。我覺得老闆是比較有經驗的，他知道2個人吃多少。其實這一家的單價相對來說屬於中等，稍微偏上一點點。但是呢，這個老闆給的情緒價值實在是太高了。對，出來玩嘛，就玩得開心。對呀，人生啊就是要開心一點。來，張嘴。好飽，我們先吃。嘗嘗怎麼樣？很甜的是吧？哇，感覺跟喝到奶了一樣。這個好好吃啊，水分好足。這個就是黑刺，黑刺因為它的尾巴這裡有一根尖尖的刺，黑色的刺，所以叫黑刺。歡迎光臨中國的兄弟姐妹們來拼多多吃榴蓮，又有送椰水和山竹，還有這個姐姐很漂亮，全世界美女都有千萬，但是我的姐姐在我的面前是最好看、最漂亮。明天繼續來哦，對，一定要繼續來。謝謝大哥，謝謝你。我的成語好嗎？好，特別棒，一級棒，謝謝帥哥美女，謝謝大哥，不見不散。其實我們前2天在吉隆坡河馬六甲的時候，我就有想吃那個榴蓮，不過我前段時間大家知道我那個嘴巴長了好大一顆那個口腔潰瘍，對，然後榴蓮吃了會上火，所以我就忍住了。然後這家老闆呢很好啊，送了我們那個椰水，椰水是降火的，就正好可以中和一下這個榴蓮的這個熱。現在是下午的4點了，我們還有1個小時就準備打車去機場了。那在上飛機前呢，我們在酒店附近找一個地方解決一下晚餐吧，因為我們今晚坐的是亞航，機上據說連水都沒有，更別提吃的了。所以我們需要自己解決一下晚飯。今天我們吃這頓飯可不簡單啊，它是一頓台灣美食。我們想吃台灣美食很久了，但是一直找不到機會，因為現在去不了台灣嘛。但是在馬來西亞這裡呢，有一家台灣的連鎖餐廳，台灣小吃士林，他們家的招牌好像是這個超大雞排。對，士林夜市的招牌啊，就這個雞排。對，還有這個雞排飯。哦，這裡還有蚵仔麵線啊，這個看着不錯，我想要這個，裡面有好多海鮮，還有這個甜不辣地瓜，對，甜不辣據說也特別好吃，每一個都想吃。我先找地方坐吧。你在士林小吃這邊點的小吃上好了，我們點了幾個吃的啊。第一個就是這邊最招牌的士林炸雞，據說是跟台灣士林夜市的炸雞很像啊，我們也沒有去過，只能第一次嘗一下了。還有呢，第二就是我要這個甜不辣。你這2個聞着都好香啊，挺香的哈。都是炸的嘛，炸起來就特別的香。我好想來一根，我忍不住了。可以。你的這個甜不辣，這是你愛吃的。我覬覦很久了。你知道裡面是什麼嗎？是一些魚肉啊什麼的，還有一些豬肉炸在一塊兒這種味道。真的好吃。
它上面这个調料好香啊。這一面是那個辣椒粉，細辣椒粉，有一點點辣，不是太辣。然後這邊有其他的，好像是像那種鹽粒啊，還有胡椒，對，反正很好吃就對了。對，台灣的這種炸品哈，都是裡面的調料放的特別多，像你那個甜不辣也是，像我這個雞排哈也是，它炸了放了非常多東西，蠔油啊，還有一些胡椒啊在一塊炸。浩哥，你今天找這個地方真的不錯。這是我的這個蚵仔麵線，哇，這個好像福建的麵線糊啊。雖然我沒有去過台灣啊，但我之前經常去福建玩，那裡的麵線糊也是長這樣。不過這個聞起來味道也挺香的，不知道裡面放什麼調料了，反正聞起來很香。裡面有那種生蠔是吧？還是蛤蜊？蛤蜊，小的哈，有3顆。然後這個好像是雞絲，可能是，我嘗一下。這個是把那個肉煮熟之後弄成沫放在碗裡，然後上面有香菜，還有一勺這個辣醬。對，忘了跟老闆說了不要香菜。沒事啊，我吃香菜，你別吃就好了。老闆放下的意思就是不讓你瓜分我這一碗。跟以前在福建吃的一樣嗎？不太一樣。我在福建吃的時候已經好多年前了，我有點忘記了，但是味道確實不一樣。我在福建吃的那個顏色是沒有這麼深，然後整體味道會淡很多。這個是不是應該拌勻吃啊？我在想。對，應該是拌勻的。因為我剛才吃到一塊很酸。味道真的是要拌勻的。我剛剛好蠢啊！剛才是辣椒一塊，醋一塊，香菜一塊，肉一塊，現在拌勻之後，哇，好吃好吃，好鮮。湯不知道拿什麼熬出來的，但是上面放了幾塊那個蛤蜊啊。嘗完這一口，再來口雞排。你讓我吃啊？對，你吃。這麼多我吃不完。熱量有點太高了。沒事的，嘗一嘗。他們說這個雞排啊，也特別的有特色。好大2片。對。我沒有吃過哈，但是我以前朋友他們去台灣玩的時候都說士林的雞排一定要嘗試的。哇，這個聞着也很香。它的雞排做法其實還挺複雜的，你知道怎麼做嗎？那先拿刀把這個雞肉哈片，但是它不割裂，就是片成很多那種有那種鏤空的，可以加料進去。然後他用很多蠔油啊、味精啊、就跟我煎牛排一樣，拿刀背給它拍散，肉拍散。然後他們這個拍的過程哈，據說是需要3遍的，我們也不知道。來吧，給大家看一眼。哦，哇，不錯。不過我覺得甜不辣更好吃，我喜歡這個。還原飲食。我們已經吃完一個主食和2個小吃了，最後一個呢就是惠維壽裡面這個飲料，這個是台灣那邊很有特色的，叫檸檬愛玉凍。是不是有點像果凍的感覺？對，它這個東西啊，裡面這種植物哈，是一種台灣或者說那個東南那邊哈，中國東南特別好吃的一種植物。然後他們把這種植物呢做成類似果凍一樣的東西，就是果凍形狀的。反正在我眼裡，封神了就是甜不辣，這個真好吃。現在是下午的5點20，我們倆已經回到酒店了啊，把行李已經取出來了。這會兒我們打車去檳城的機場。從我們酒店到機場是18公里，今天比較好，是周末不堵車，只需要30分鐘，平時就不好說了啊。那我們的飛機是晚上的7點55，就按8點算吧。這會兒是5點20，我們大概在6點左右會到機場，然後正好留2個小時的值機時間和安檢，差不多哈。我剛剛在 Grab 上叫了一輛車，過去一共才22馬幣，還挺便宜的啊。18公里22馬幣是個37.4塊啊，好便宜啊！現在是下午的6點整，我們已經打車到了檳城的機場。那我們今天從檳城飛亞比啊，買的是亞航的飛機，這是我們2個第一次坐亞航飛機。因為東南亞這裡選擇性不是很多，基本上亞航把很多航線壟斷了，只能選亞航。那我們今天買的這個機票價格啊，從檳城到亞比，如果不帶行李額，亞航機票是450左右，好像。但是我們要托運行李嘛，所以我就買機票的時候把行李額一起買了，下來是650一個人，2個人1300，然後每個人帶了一個20公斤的行李額。因為如果不跟票一起買那個行李額套餐的話，在櫃檯值機的時候單買行李會超級貴的。所以大家以後如果坐亞航有行李，最好是提前一起就買了。而且這個亞航啊，它值機還要收錢，真是刷新我們的認知了。真的嗎？對，一個人20馬幣，30多塊錢呢。這麼貴啊？那2個人就得70了。所以這個我還不知道。對，但是它現場可以辦現場值機，就是那種自助機電子的，是吧？對對對。我們今天在檳城的機場又怒省40馬幣啊！剛剛我們倆在這裡的亞航自助值機已經把登機牌和行李牌都換到了。
這2個就是我們倆的登机牌，就机票了。然後这个是我们刚刚打印出来的2张这个行李牌，我们是1人1件行李，所以一会儿把它撕掉，然后贴在这个肩带上吧，或者其他地方能固定住就好了，还挺简单的。其實這裡的機器也很多，我們大概用了不到2分鐘，對，有2個人就搞定了，挺簡單的。對，不過呢，它這個座位號好像是隨機分配的。我們當時打的時候已經座位號固定了，如果你想換或換到一起是這個要加錢的，要加錢的100多塊呢。不過我們倆好像都是29排，只是一個29A 一個29F，可能是我在這頭，他在那頭，所以我們倆分開坐吧，可以省100塊錢哦。對，反正我也不想跟你坐一起。在馬來西亞呀，它這個登機牌和自助的這個辦理托運的全要自助。馬來西亞真是不養閒人啊，什麼都要自己幹。如果你讓人工給你辦，交錢，不好意思，交錢。20馬幣真挺貴。是在國內平時那種免費的慣了哈，出來真的什麼都要花錢。我們倆的行李已經托運成功啦，前面已經空了。還挺簡單的啊，就是過去之後呢，它那個自助托運的通道有一個掃描槍，先掃描一下機票上的那個條形碼，再掃描一下包上那個行李袋上面的條形碼，然後進行一個綁定，然後那個履帶就會自動的把行李拖進去，然後我們就管了。因為他要查那個什麼，我們行李的額度呢夠不夠？對對對，亞航還是這方面很嚴的，他要稱。我們買的比較多，其實我們兩個的包都沒有15公斤，但我們買的是20。我們前面有一對歐美的遊客耽擱了好久，因為他們行李超重了，他們就在不停地從裡面拿出一件衣服，然後再換進去一個什麼洗漱用品，在那湊那個重量了。剛剛我們托運行李的時候啊，那有位工作人員是一位馬來的美女，她中文也不錯，一直在旁邊幫大家去做這個托運。6點45，距離我們的飛機起飛還有1個多小時，這邊效率還挺高的，然後它的安檢也不算特別的嚴，我們的2個小書包只是從機器那裡過了一下，然後也沒有去看充電寶的容量啊，什麼都沒有管。我們其實設備還蠻多的，各種各樣的電池啊，還有耳機啊什麼的都沒問。關鍵是這個水，本來以為這個水可能會讓我倒掉，但水也可以帶進來。一會兒我準備上飛機前，在機場這裡給瓶子裝滿這個純淨水，因為聽說亞航的飛機上什麼都要錢，包括水。大家都說亞航的飛機是大型人體冷鏈運輸機。為什麼會這麼冷呢？當然是為了賺錢呀，因為裡面什麼都要錢。如果你感覺冷的話，你是不是會向空姐要求要條毯子呢？毯子是收費的。我們這個飛機也沒有廊橋啊，也要走上去。謝謝。好了嗎？這個小姐姐好甜啊！對，亞航的小姐姐。亞航的這個飛機剛進來也沒有感覺到特別的冷啊，不過這個座位的空間確實不怎麼大，畢竟機票比較便宜啊，前面膝蓋都頂上這個座位了。空間確實很有限。現在是晚上的8點，我們飛機很快就要起飛了，要飛3個小時，11點才能到亞比。座位前面都有一份菜單，可以點餐，價格也不算很離譜。這個是牛肉麵，20馬幣。這兒還有椰漿飯配一杯咖啡的套餐，普通的分量是19馬幣。我們現在在中國領海的上空啊。這裡是中國的最南端，曾母暗沙。哇，沒想到以這麼一種奇妙的方式抵達曾母暗沙。有一陣子我的定位在曾母暗沙，可厲害了啊！我們終於抵達亞比了。其實這個地方叫哥打京納巴魯。馬來西亞整個國家，它這邊也挺散裝的，因為它的西馬到東馬也是要按過境章，包括我們遊客來，雖然馬來西亞整個免簽吧，但我們從西馬到東馬也是需要入境章的。我們倆從新加坡入境馬來西亞的時候呢，在那個口岸走的自助通道。對，尤其是我的那個護照是出門前換了一本新本。到現在上面沒有任何的章，所以我們進馬來西亞的時候是沒有蓋章的。那現在我們從西馬再入境到東馬，這裡是需要再蓋一個單獨的入境章的，就感覺這裡就有點像特別行政區那種，跟西馬還是不太一樣的。他們說整個馬來西亞是分為3個片區，就是沙巴、沙撈越、東馬的2個地方，他們互相走也是要蓋章的。然後東馬的2個區號跟西馬互相走也是要蓋章。就感覺西馬那裡像是內地，中國內地，對，然後這兩邊就是香港跟澳門。是從西馬過來到亞比啊，就在這個位置 A3 這個口，左邊這一塊來辦入境。看這裡其實寫了啊，對，中國旅客請在此辦理入境手續，並確保加蓋了入境章。
如果没有蓋入境章，是不能順利离境的。是的，上面有一个提示，可能会导致罚款，或者是被海关扣留、关小黑屋的一个后果。所以大家到这儿之后呢，一定不要跟着马来西亚本地人去走这个本国的通道，不要觉得自己坐的是国内航班，我们是需要走这个外国人通道的。我们现在已经办好了入境手续，在这儿等行李了。其實他那個手續挺簡單的，就是給護照上直接蓋章，因為他們是系統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可以查到我們當時入境西馬的日期嘛，然後那個護照上的時間會寫清楚，在幾月幾號前需要離開整個馬來西亞。其實它那個蓋章手續挺簡單的，但是呢，簡單的這一步卻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入境東馬的那個入境章，那到時候離開這裡的時候，可能會被認為是偷渡過來的。對，那你出境的時候會面臨很大的麻煩，罰款，甚至被。那我們現在拿到行李了，先去找網約車停車點，然後打車去酒店。這會兒已經很晚了，11:04了。哎，出來還要安檢？是嗎？我們剛剛取完行李之後啊，行李又過了一次安檢，感覺這裡還挺嚴的。它那個安檢是海關的安檢，看看你的背包裡有沒有違禁品之類的。然後有一些特別貴重的一些東西可能要申報吧，提前要申報的。現在我們打了一個 Grab 去酒店，從機場到我們酒店是9公里不到，8.9公里。然後這會兒叫車的人比較多，需要17馬幣，大概30塊人民幣吧。狒狒說感覺東馬是另一片區了哈。對。馬來西亞這兩片確實離得太遠了。我們今天從檳城飛亞比，這算是馬來西亞國內的一個航班。我們飛了3個小時，我們7:55的航班到了，已經快11點，現在已經11:20了。坐了會兒我們這個司機小哥的車，感覺西馬東馬真不一樣。東馬就感覺特別的悠閒，有沒有覺得？聽着歌都特別的放鬆啊，人整個可以躺平了。這裡的華人相對來說少一些。我們剛剛在機場。除了中國遊客之外，哈，沒有看到這種華人的面孔。我感覺我來到了南美洲，狒狒都跳起來了。狒狒得了一種一聽歡快的音樂就想跳舞的病，想起一首歌，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缺個比基尼啊。會有這種想法嗎？這裡就是我們的酒店了，叫嘉雅中心酒店，看起來外觀還不錯哦。看就是一個古典型的酒店。到東馬這邊酒店也是各種不能吃啊，而且還更多了。對，之前是榴蓮、火龍果、山竹，這又加了個菠蘿蜜，還有這種海產品，還有這個叫什麼？香菠蘿達辣，這是什麼東西？聽都沒聽過，感覺跟榴蓮挺像，也是裡面有好多肉。應該也有那種味道吧，對，臭臭的。知道的馬來西亞朋友們給我們講一下。Hello, we have a reservation. 果然馬來西亞這邊任何一個州啊，收這個旅遊稅，每間房每晚是10馬幣。我們到房間啦，看一下我們在亞庇住的酒店怎麼樣。雖然還沒亮燈，但看起來還挺大的。怎麼樣？還行哈，還可以。但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就是有一張床是靠牆的。哦，是。那就我睡靠牆的吧。沒關係，都可以。這家酒店評價還挺高，但確實還裝修挺古早的，挺舊的。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們在亞庇的酒店啊。我們的房間面積是23個平方，還挺寬敞的。主要是這個窗我很滿意，特別亮，因為我們在檳城住的那個酒店很暗，特別黑，然後每天就睡到不知道幾點了都，外面那個光線也進不來，然後這裡就比較寬敞明亮一些。不過呢，大家看它這個裝修確實是有點老，有點像國內15-20年前那種什麼什麼商務賓館、商務酒店是那種樣子啊。然後我們這個酒店的價格是，我就今天不讓大家猜了，直接跟大家揭曉，價格是250元一晚帶早飯。然後早飯我們不知道怎麼樣，明天早上好像是7點半到10點去4樓的早餐廳吃早飯。我覺得它這個位置哈，再加上這個配套什麼的還行，不是很便宜，但也不算貴，因為我們這個位置算是在市中心，而且我們從酒店步行到
沙灘去看日落只需要10分鐘，很近几百米。因為亞庇的酒店說實話不便宜，尤其是現在游客比較多嘛，這也是個旅遊城市。大家剛剛在機場應該也看到了，我們飛機上好多中國遊客。那我們就休息吧，我們準備在亞庇待最少5天吧，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再把周圍好玩的玩一玩，然後再去仙本那。我们在西马买的台湾士林鸡排，结果呢，在西马也没吃完。这个，跟着我们坐了3小时飞机来到了东马，对，来到东马了，漂洋过海来到东马。那么东马的第一顿就吃台灣的士林雞排了啊！太搞笑了你。